下一手棋这个贴啊，又是一个超级强手。好，假设刚刚那个变化是吴清源在打劫之前就已经算，接下来这个变化如果也是打劫之前也算出来的话，我只能说，难怪大家都被打到半先让先的程度。那我们继续来讲吴清源上次跟坂田荣男的对局。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这盘棋的布局还有接近战。那原则上呢，是右边这块黑棋还有下面这块黑棋呢，现在呢被白棋猛攻，但是呢，其实坂田的处理能力超强，他下出了这一步啊，这个O9的这个夹啊，防住了白棋的跨段。那接下来他处理下面使出的这个跨，这个跨呢白棋要很小心，如果不小心冲的话，然后在这里打吃，那就会被黑棋这样子联络，那这样子就有点可惜，非常的可惜。实战当中吴清源夹在这里，然后黑棋夹，白棋现在就不打在这里，退在这，然后黑棋补断的时候白棋从这里冲出，好，那这样子呢黑棋就继续被白棋攻击。好，那普通的想法是呢黑棋应该长，但是呢实战当中坂田担心呢被白棋这样顺势出头以后呢，使出这个倚靠攻击，好，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手段。那黑棋如果想要围住这边空呢，会被白棋一直利用，好，一边压缩黑棋的空，一边再把黑棋切开来。但是呢，先从结果来讲，黑棋应该这样下，而且呢，如果白棋这样靠出来的话呢，黑棋应该把白棋断掉。好，那这样子呢，还有可能乱中取胜，这里还有一个冲出来的味道，所以呢，这一图呢反而是黑棋还比较有希望的一图。很可惜实战当中坂田荣男虎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步棋虽然以结果来说比较不好，但是反而引发了超级复杂而且很精彩的局面。吴清源在这个地方呢做了非常大量的细算，并且呢算出了几个变化，直接把黑棋打爆，实在是太精彩了。他第一手棋打在这个劫呢黑棋打不动，这个光化劫只能粘，然后白棋虎在这是一个先手，左边呢只要一冲下去呢，比如说黑棋长，白棋只要这样一冲下来黑棋是无法抵挡的，这一块白棋是无法被捕捉的，所以黑棋只能补在这，然后白棋挡住，黑棋断挡。好，下一手棋坂田荣男原本可能想法是白棋粘，然后黑棋叫吃完以后呢，利用这几个先手然后做活。虽然说这块棋呢很委屈，被逼着就是只能这样子做活，但是呢断到这一下还有打到这一下，对中央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心情上呢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没想到吴清源刚刚的细算呢，其实是这个地方他已经准备了这个下在这个地方做劫的超级强手。这一步棋的复杂程度呢，甚至呢超过 AI 的计算，应该是说，如果你家的 AI 呢计算量不够大的话呢，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发现这一步超级隐秘的战术手段。好，黑棋只能提下一手棋，白棋下出了媲美耳赤妙手的这个天元虚照。哇，这一步棋呢是就是左右逢源黑棋这块棋现在要被笼罩进来了这个劫还没打赢，右边这块已经被扯进来如果黑棋想要反击的话呢，就要下在这个 A 位，然后从这里贴过来，这是一个反击手段。但是呢，吴清源呢，在刚刚呢叫吃尖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里的变化全部算清楚了。白棋虎一个，这里双叫吃断打，这里基本上都是命令式。现在黑棋右边已经确定被切断了，只能怎么样呢？只能从这里斜飞出头。但是白棋已经准备好直接冲断作战。这个一断掉以后呢，黑棋就没有退路整块棋做不出眼，他只能呢去想办法利用白棋的断点做文章。这个断打以后压出来，好，黑棋虽然被包在里面，可是呢唯一可以庆幸的就是气超长只要这3个白棋逃不出去呢，比气是绝对没希望的。但是吴清源已经算好了，搬一下，然后呢黑棋现在没有时间断这个因为呢这一个子现在已经不是要子了，所以黑棋只能单挑在这，然后白棋顺势先手叫吃出来以后呢，再从这里叫吃出去。好，这里基本上担心到
一冲完以后就要吃下一手棋，冷冷的一长。于是呢，现在产生2个键合点，这里跟这里。好，这2个键合点呢，就已经成功宣告了这一块白棋处理成功。那这块白棋只要脱逃成功呢，右边这块黑棋呢就全灭了。非常非常可怕的计算。那这个地方的变化呢，吴清源的说法是，当他呢准备做劫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虚照这步棋呢已经想好了，就是呢他有办法抵抗黑棋的强烈手段。好，坂田荣男也是计算非常强，我不知道呢他是不是也算跟吴清源一模一样的图啊？他很无奈的冲在这个位置啊，下错了，他很无奈的冲在 B 位，然后接下来吴清源就去打劫。下一手棋这个贴啊，又是一个超级强手。好，假设刚刚那个变化是吴清源在打劫之前就已经算，接下来这个变化如果也是打劫之前也算出来的话，我只能说，难怪大家都被打到半先让先的程度，他实在太强了啊！黑棋呢，现在呢竟然被迫要继续打劫啊，但是呢，因为这块棋眼位不足啊，只能无奈的先在这个地方损损的啊，先挤一下。那吴清源顺势下到这个，又破坏掉了黑棋右边这块棋形的弹性，黑棋只能从这里冲断，把白棋卷进来，但是白棋呢顶住以后呢，强迫黑棋走这个鱼形啊，形态已经崩溃了，然后接下来再打在这里二子头打下去，黑棋提劫，白棋先手吊刺一下提过来，现在呢黑棋全盘无解，只能跑。白棋教吃扩大劫阵以后呢，再挡到这一手，天哪！如果我是黑棋，看到白棋挡这一手，我发现这手棋非赢不可的时候呢，说实话，不管这个劫有没有打赢，我都想投降了，因为这个太屈辱了。光是局部要被白棋这样子修理就已经很受不了，更何况这步棋竟然是先手劫财，好，黑棋还必须鱼形而粘回去，走成这个样子呢，基本上这个劫呢，对于黑棋来说，打赢的价值呢，也不过就是大概5目棋左右。那白棋已经每个地方的便宜都已经占尽，中央腾挪完，这个地方留有吃掉这2子的大官子，然后呢，接着这一连串的这个教吃呢，还顺势把黑棋左边的阵地呢压扁。所以吴清源做完形势判断，他决定淡淡的尖在这里，然后呢断在这里，他觉得这是一个最稳当的下法。好，那这一图呢，基本上吴清源就已经买单了哈。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电脑是不是也是分析一样的结果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棋谱打开来。好，现在我们让CataGo呢来跑一下。在上一次的局面里面呢，基本上吴清源局面已经胜率高达98%了啊，盘面白棋都领先10目以上，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坂田荣男已经是无望了啊。好，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CataGo认为呢，就是淡淡的黏住，他觉得这个呢，白棋盘面会领先12.7目，好，这是计算大概2000手，好，我们可以让它继续跑一下。那至于吴清源说的这个打呢，在CataGo的眼中呢，是稍微差一点的，但它计算量比较少。所以你会发现，当然说每个人的这个电脑的配备是有差的，但是呢，其实电脑跟人一样的地方是它也有它的第一感，他认为呢这个年是它的第一感，而这个打劫呢，它的排序是比较后面一点的，所以呢，他一直都没有去计算这个变化，他反而觉得从上面这个反打呢比较符合道理，所以这个也算第二多，这打在这里，但是这个打在这里也比不上年，所以呢似乎呢CataGo就认为这个没什么好想的，就是黏住吧，黏住已经要赢啦，干嘛不黏？那没想到吴清源在这种赢定的地方竟然还要追求要算这个一直到现在呢CataGo还是没有看出来这个有什么用处。好，我们来看一下吴清源这样打下去以后，罩住，好，这里呢CataGo还是没看出来，他觉得现在这个盘面呢黑棋还是只有输10目。
好，可能是下一手棋这里冲断呢是卡塔戈认为黑棋损失最惨的地方，被白棋一顶以后这个地方呢多损失了大概快3目棋，这个地方的战役，当吴清源决定呢扩大结针以后，断打完每一步棋大家都赚1目棋，每找一个劫财，这个先手力呢，尤其这个一挡，这个挡的先手呢是赚最多的，大概已经领先到18目了，原本是15目，这个先手一挡就已经变18目了代表说这个地方呢，白棋一边打劫一边先手获利的这些战术手段呢，似乎是卡塔戈没有看出来的。但是当吴清源把这些棋呢摆在棋盘上以后呢，就完全得到卡塔戈的认可。现在吴清源的盘面目数已经领先到18目已经接近20目的差距了。他最终呢决定选择一个比较稳当的下法，尖在这里，然后断在这里就让劫了。好，然后最终呢飞在这个地方以后呢，在电脑的眼中呢，白棋盘面已经领先17目。